午夜时分，在香港一栋昏暗的公寓楼里，小丽正蹲在角落里磨刀霍霍，一刀接一刀，磨刀石上还有残留下来的血迹，声音刺耳难听。小丽越磨越狠，越磨越用力。突然，一只手落在小丽头上，转头一看，原来是邻居阿婆。阿婆恶狠狠地厉声骂：“你有没有搞错？这么晚了还在磨刀？磨，这么喜欢磨，回家磨豆浆去！”然而小丽听完却面无表情，只是手里的刀不自觉晃来晃去。下一秒，小丽猛地举起刀，阿婆顿时有些害怕，气势立马弱了许多。好在这时，小丽的丈夫小明赶到，他脸上没有丝毫波澜，将刀从小丽手中拿走后，转头对着阿婆还要道歉。见此情景，阿婆又开始破口大骂，骂小丽生不出孩子。小明在收拾完地上的工具后，便面色沉重地拉着箱子回屋了。回到家，丈夫第一件事就是洗手，一边洗手一边嘱咐小丽，以后事情都要留在白天做，太晚睡觉不好。小丽只是呆呆地站在门口，看着丈夫面色阴沉，若有所思，一句话也不说。第二天早上，丈夫被外面熙熙攘攘的吵闹声吵醒，开门一看，原来是一群小孩在踢球。转头又看到小丽正在用力地剁着肉。中午吃饭，饭桌上放着2盘菜，一盘青菜，一盘肉，可丈夫只吃离自己较远的青菜，面前一大盘肉，压根一口都没吃。直到妻子悠悠看了他一眼，小明这才把筷子伸向那盘肉，可就在快要碰到的时候，他犹豫了一会儿，筷子顿在半空中，还是继续去夹青菜吃了。他很疑惑，家里从没出门买过肉，可桌上却顿顿有肉吃，这肉哪来的呢？就在这时，一旁的电视传来一则报道，最近市里又发生了一起命案，警方推断是同一个连环杀手所为，并且都是晚上作案。听到这里，妻子低下头瞥向一旁的丈夫，眼里多了些无奈和悲伤，而丈夫却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。吃完饭，小明就来到外面洗车。他是一名出租车司机，和其他司机不同，他每次出门之前都要清洗一下车子，而且要洗很久。今天已经洗了3个小时了，还没有结束，好像很脏似的。这时大舅子路过此地，路边的朋友对他说：“你妹夫洗车洗了半天也不出车，用这洗车的时间多拉点客人赚钱，岂不更好？”大舅子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自己妹妹嫁给这么个男人，连干活都磨磨蹭蹭的，怎么过上好日子？他故意走过去调侃：“你的车是不是撞死人了？”一听这话，小明立马停下手中的动作，眼神呆滞，顿了一会儿。正当他还在发呆时，大舅子一把拉起他，原来又是要借钱。小明二话不说，掏出口袋里的3000块钱递给他，然后开着车赶紧远离这个聒噪的大舅子。很快就有一个少妇带着儿子坐上了他的车，孩子面色苍白，身旁的妈妈却各种抱怨说早不生病晚不生病，偏偏在他要胡牌的时候生病。说完还不解气，又抱怨起孩子的爸爸，说他没本事，其他太太都有保姆，就自己没有，还要带着个拖油瓶，这让自己没面子，早知道就不生孩子了。小明在前面一声不发地开车，听到少妇的这些话，好像戳中了他的痛点。下一秒，他整个人不由得抽搐起来，眼斜嘴歪，仿佛犯了病似的，嘴里还振振有词：“有孩子还不知足，身在福中不知福。”关键时刻，车子一个急刹车停大马路上，小明回头呵斥女人下车，说完自己下车，打开车门，轻轻把小孩抱下，慈爱地摸了摸小孩的头，又狠狠地瞪了女人一眼，接着扬长而去。从没见过这么可怕的女人。一群熊孩子在楼道里踢球，她直接拿着菜刀出去，锋利地发出亮光的菜刀缓缓划过墙面，球滚到女人脚下。孩子们看着眼前阴暗的女人，一个个都吓得说不出话。女人目光呆滞，突然对着球就是猛地一砍，孩子们被吓得四处逃窜。这一幕正好被隔壁邻居阿婆看到，张口就是大骂女人这是在干什么。女人又提起刀，凶神恶煞走过去，阿婆被吓得躲进屋里，还好女人的哥哥及时赶到拦下，女人才举着刀僵尸般掉头回去。看到有人来了，阿婆又跳出来抱怨说：“你妹妹就跟她大姨妈一样，让人看到就恶心，刚刚还拿着刀要砍小孩。”哥哥一听瞬间就来气，说阿婆活着是在浪费卫生巾。这把阿婆气得不轻，扬言要投诉他，可哥哥却毫不在意。他径直来到妹妹的家，虽然在外人面前哥哥都是理所当然的护短，但关起门来，他苦口婆心劝妹妹不要一直这样固执下去，出去外面找份合适的工作不是更好吗？自己被辞退了不要紧，就怕离开这里没人照顾他。哥哥之所以在这栋公寓当楼管，他是为了能更好的照顾到妹妹。说着说着，小丽突然流下眼泪，哥哥顿时心软了。原来他们的父母早逝，自己就只有这么一个妹妹，他不忍心看到妹妹伤心难过，便也不再多说，转身上班去了。又到了晚上，小丽又在剁骨头，她磨啊磨，越磨越疯狂，最后直接发疯似的剁起来，剁
做完肉，小丽开始炖汤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。小丽走过去打开门，竟然又是邻居阿婆。这次阿婆气焰更嚣张，因为她可是报了警，带了个警察来要抓扰民的小丽。警察也只是简单的口头警告一下，让小丽晚上不要太过吵闹。小丽点点头表示答应。这时小明刚好出车回来，看到警察堵在家门口，得知是妻子扰民后，立马态度诚恳的道了歉。警察见状便也没有再为难。反观阿婆对警察的处理很是不满，气得在门口跺脚大骂，说他们生不出孩子就该遭到报应。此时小明正在洗手，却洗啊洗啊，好像怎么也洗不干净。听到门外阿婆恶毒的咒骂，小明又开始眼斜嘴歪，一顿抽搐。小丽看看丈夫诡异的样子，又看看那双似乎怎么也洗不干净的手，眼神里没有一丝波澜，因为这些她早已心知肚明。第二天，小丽看到报纸上刊登的新闻，连环杀人案又发生了。昨天晚上又有一个少妇遇害。小丽慢慢把视线转向还在熟睡的丈夫，眼里是深不见底的绝望黯然。妻子每天磨刀，从白天磨到半夜，顿顿吃肉，丈夫却一口也不敢吃。晚上丈夫回到家，看到妻子又在疯狂剁肉，而孩子的照片和玩具却不见了。他顿时神情紧张，冲过去对着妻子紧张问道：“而这照片呢？”原来几年前夫妻俩也曾怀有一个孩子，但世事难料，就在妻子快临盆时摔了一跤，孩子就这样没有了。从此以后，小丽便失去了生育能力，夫妻俩从此郁郁寡欢，唯一的安慰就是为没来得及出世的孩子准备的衣服和 B 超照片。妻子冷冷地说道：“都扔了，都生不出孩子了，还留那些东西有什么用？”小明彻底崩溃，抓着自己的头发瘫坐在地上。他是多么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啊！第二天，小明出车回来，浑浑噩噩走回家，路过楼下，正巧碰见隔壁的阿婆在扎小纸人，一边扎一边咒骂小丽生不出孩子，骂骂咧咧了一番，又烧上纸钱。这一切都被角落里的小明看在眼里。听到生不出孩子这句话，他又开始眼斜嘴歪，抽搐起来，还跟随阿婆上了楼，拿出钥匙正准备开门，突然听到角落里传来一阵呻吟，走过去一看，正是刚才还生龙活虎的阿婆在楼道里摔了一跤。他痛苦地向小明求救，可小明却再次眼斜嘴歪起来，因为阿婆摔倒的位置跟妻子流产的位置一模一样，就连姿势都一样。小明彻底失去了理智，一步步走上前，脑海里全是阿婆刚刚诅咒的声音。扶起阿婆后，突然抓起她的头，不断往墙上猛撞，哐哐几下，阿婆就咽了气。这时门外传来声响，原来是大舅子路过。小明干脆拿起砖头追出去，对着大舅子就是一顿猛拍。做完这一切后，小明才渐渐恢复了理智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，照常回到家。妻子还是老样子，蹲在地上磨刀。小明走过去，又开始反复洗手，不知洗了多久。妻子还在磨刀，阿明忍不住开口劝妻子别再磨了。这时妻子却突然起身，绝望地看着丈夫。之前因为爱，小丽一直选择了忍让，可这次她连大舅子都杀，她无法接受一个杀死自己哥哥的恶魔，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，说完便抹了脖子。看到妻子倒在自己怀中，也许这时候丈夫才会明白，没能创造和迎接生命，也许是莫大的遗憾，但不应该是夺走他人生命的匕首，否则只会错上加错，最终酿成悲剧。影片名叫《魑魅魍魉》，虽然没有妖魔鬼怪，却比鬼怪更恐怖。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